用占星术揭开事物的神秘面纱。大家好，这里是星象探世界。今天我们要聊的是2025年星座运势。我们会先从整体入手，解析2025年的星象格局，看看它对宏观趋势有哪些影响。然后我会逐一分析12星座的运势，包括大家可以把握的机遇以及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赶紧收藏这个视频，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吧。首先，2025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因为外行星会陆续换座，包括像海王星、土星、天王星乃至冥王星也会彻底告别摩羯座。这些都说明我们告别了一个大时代，而即将迎来的是一个新的大周期。但因为这些外行星的逆行，也预示着局势依然在调整中，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但是我们已经能够逐渐看到新时代的雏形，感受到时间的流转和其中隐藏的机会。今年土星和海王星都会换座到白羊座，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能量聚焦在白羊座，还有风象星座。那作为12星座的起点，白羊座象征着崭新的开端，所以今年的星象变动会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充满希望和机遇的新时代。从整体上来看，今年的重点是疗愈过去，因为土星和海王星都会再次逆行回双鱼座。虽然我们会看到现实生活的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找到精神寄托和内心的安定是今年的核心方向。那也会出现集体灵性觉醒的趋势，因为我们会看到人和人之间、族群和族群之间乃至阶层之间的隔阂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只有社会变得更包容，才会达成和谐的局面。这种能量也可能会推动文化和艺术的爆发，催生新的创意潮流。大家也会更在意心理健康，以及整个社会开始关注情感上的疗愈。那我们再来重点讲讲海王星进入白羊座以后会发生什么。2025年海王星进入白羊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个转变代表着我们从双鱼座的内省疗愈的模式转向白羊座的行动力还有勇气。所以很多人会逐渐经历从集体潜意识逐步走向个体化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人会把灵性整合到个人的行动里面。那今年的日月食刚好也会加持这种能量，推动我们打破舒适区，主动去追求新的生活方向。很多人会发现自己更清楚地意识到某些观念和模式已经不再适用，需要果断放下，为接下去新的阶段做好准备。勇气和行动的种子会在我们心里扎根，鼓励大家去实现梦想，也为新的人生阶段腾出空间。那今年第二个重要变迁就是土星也即将进入白羊座。土星在双鱼座已经停留了2年多，过去的2年里，很多人都经历了集体潜意识层面的消极感。那2025年5月开始，土星就正式进入白羊座，会开启一个全新的周期。白羊座是黄道的起点，从2025年到2028年，土星的影响将会让我们更加关注个人的成长。比如在生活、事业或者人际关系里，我们可能需要学会果断做决定，不依赖他人，因为我们会开始意识到依赖他人的局限，有些课题不得不自己面对和完成，所以会强化我们的独立能力。这是一个从依赖走向独立的过程，虽然可能会感觉孤单，但也是成长的关键。那2025年土星还会在白羊座和双鱼座之间徘徊，也就是会逆行回双鱼座一段时间，所以这个过程会带来内心的一个清理，比如像心灵排毒，也需要我们去解决旧的业力课题，包括像情绪问题，还有某些未解开的心结。很多人呢都会经历一段断舍离的过程，主动或者被迫的放弃一些不再适用的东西。但是土星的挑战也会迫使我们直面现实，降低不切实际的期待。面对发展中的缓慢节奏，我们需要学会内省，用更审慎的态度来前行。2025年很重要的一点是，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比如设定切实可行的目标，主动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今年我们会发现欲速则不达，相反，耐心、计划性和可持续发展才是接下去成功的关键。很多人呢就会从快速出击转向有计划的行动，
因为我们可能会发现，凭热情、冲动行事的模式呢，可能会开始失效，取而代之的应该是谨慎和有条理的方案。很多人会在未来3年左右明白，快速发展不代表最终好的结果，短期的成功也不代表能够持续到最后。我们想做的事情可能会被延迟，或者在过程中遭遇阻力，因此需要我们耐心应对，也需要我们开始学习如何用长远眼光来规划，而非仅仅关注眼前的目标。尤其是在创业和投资方面，就不像在过去那样凭一腔冲动热血来行事，而是用理性和稳健的方式去发展。我们也需要变得更自律，需要在某个领域里面坚持不懈的努力，克服虎头蛇尾的倾向。很多人也会感觉万事开头难，起初觉得行动很受限，任务繁重，但是逐渐习惯以后，就会看到努力的回报。那这种成功的延迟可能会引发我们在过程中的自我怀疑或者不安全感，让我们质疑我们的选择是否到底正确。那这种感受呢，可能会成为成功的绊脚石，需要去克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认识到自己能力的上限，还有个人的边界。我们会更接纳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很多人呢会感觉到未来3年左右自己在重建，因此呢，是我们经历个体迷茫，然后再逐渐清晰地认识到自我的一个时间段。而且社会的重点也会更多聚焦在年轻人身上，因为接下去3年左右，年轻一代呢将会面临独立还有责任的考验。也就是说，年轻一代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社会角色，从追求自由转向承担更多义务。那这种转变可能会让一些年轻人感觉到很迷茫，因为会有自我弱化的感觉，暂时找不到自己在社会和群体中的定位。但这也是一个成长的机会，会让我们学会平衡自由和责任，最终找到自己的位置。从6月开始，天王星也会结束长达6年左右的金牛座之旅，将首次进入双子座，这个影响力会一直持续到2032年。那也会引发社会新的变革和集体思维的转型。我们会经历信息技术的突破，比如像通讯技术的飞速升级，社交媒体平台的变革，还有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还有虚拟现实领域的重大创新。那在未来几年，我们可能会体验到前所未有的高速信息传递，比如说像更精准的翻译系统、更智能化的聊天机器人，甚至是实时传递的感官体验、新型科技等等，这些都可能会彻底的改变我们的沟通方式。教育领域呢，也会在未来天王星的影响下产生强烈的冲击。传统的教学方式可能会逐渐没有办法再去适应满足新时代的需求，而遭到淘汰。比如说过去某些固定的知识体系或者某些专业，可能会让新生代难以适应接下去飞速发展的社会，从而引发一些就业问题。所以未来新的教育模式会逐步涌现，比如说像基于人工智能的个性化学习，或者是教育方式的改变，像是线上课程和线下结合的混合教育等等。所以呢，自学和终身学习也会越来越普及，大家会更加注重提高信息获取的技能和技能更新的能力。那未来的教育可能会更加强调实用性、灵活性。那未来的信息传播的革命呢，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社交工具，也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比如说，很多人会感觉观念会更新，而且思想会更加的多元化，视角也会发生全局化的改变。那这种变化就会推动文化交流，还有社会思想的开放。因为信息的可得性和流通性会因为 AI 和科技的发展而大力提升。但与此同时，这种多样性也可能会引发更频繁的观点冲突，特别是在一些热点的话题上，不同的立场争论可能会更加激烈，或者说在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下，信息和创作的原创性也变得更加重要。如何建立独树一帜的观点也是未来的趋势之一。那同样在6月，我们还会迎来木星进入巨蟹座，带来社会群体对归属感和安全感的强烈需求。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层面，都会更加重视家庭、传统文化的根基。那这种情绪呢，就可能会引发全球范围内的保护主义，还有保守主义的倾向。比如说像在贸易政策上面，就会更加注重本土化的发展。同时呢，也让大家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更加强烈。比如说有一些国家就可能会加大对社区的建设，还有社会福利的投入，来满足民众对稳定和安全的渴望。
但需要注意的是，2025年我们也会看到木星跟海王星之间产生相位，那这就让国际关系变得有些微妙。很多国家就可能在合作的时候倾向于保护自己的利益，避免过度承诺和对外依赖。但是海王星呢，本身就具有缓和局势的作用，所以呢，2025年的冲突还是有一定机会来缓冲。同时，住房需求也可能成为2025年的热点。那有些地区就可能会出台更多住房保障政策，比如说加大对经济适用房的支持等等。而房地产市场呢，也可能会受到情绪的影响，波动性增强。对于个人来说，木星的影响就可能会带来情感上的波动。一方面，很多人就会渴望家庭的温暖归属感，比如说想要更多的陪伴或者回归家庭生活。那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因为内心的一些不确定感而感到犹豫。今年呢，我们还会迎来2次土星和天王星的6合相位，分别发生在4月和8月，这就标志着集体和个体层面的转变和整合。那上半年是有利于结构性变革的重要契机，尤其是资源和金融系统的创新改革，可以推动接下去经济结构的转型。今年开始，我们可能会看到在教育、科技、信息传播和社交领域逐步开展的革新。利用这些机会，我们可以通过创新知识找到自己接下去新的发展方向。不过这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推进。要想抓住这些机遇，我们既需要坚定自己的目标，又要学会灵活的沟通。比如说，采取小步慢跑的方式，通过低风险来尝试逐步优化自己某个领域的发展，比如说尝试一些新的项目。但是呢，今年是有利于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上创新的，比如说某些新的投资、新的副业，或者想要实现某个新的想法，欲速则不达，所以我们需要小步迭代，来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就算遇到困难和瓶颈，也有机会找到突破口，会迎来意想不到的转机和发展。不仅如此，下半年我们也会迎来2次天王星和海王星的和谐相位，所以接下去是一个有利于灵性觉醒的时代，精神生活将会变得更加重要。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结合可能会催生出一些新的商业机会和科技的突破，很多人会发现自己灵感迸发。未来的星象也会推动灵感的流动，鼓励大家在创造力和艺术表达上面大胆尝试。比如说像艺术、文学、音乐或者是自媒体的领域，可能会涌现出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创意内容，甚至有些人会一夜爆红。那创新的思想传播也会加速，为我们打开更多探索和表达的空间。秋天开始呢，海王星就会逆行回双鱼座，这会提醒我们，真正的独立并不是一味的脱离他人，而是智慧和同理心的结合。我们可以从集体意识中去汲取能量，迎接自我觉醒。秋天附近也会发生重要的月食，可能会放大我们内心一些未解的情绪，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去审视过去的心理模式，放下那些不再适合我们的负担，结束内耗。同时呢，这也是我们用宽容的心态去告别旧伤痛的时机。在社会层面上，一些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可能会再次浮现，比如说像群体的精神健康、贫富差距、环境问题等等。但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回顾和疗愈的契机，帮助我们用更大的同理心和责任感来面对这些问题。2025年将是很多人灵性成长关键的转折点，我们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召唤，来回顾自己过去灵性的历程，总结得失和成长经验，为未来白羊座能量的爆发打下更深厚的基础。通过这样的反思，我们接下去未来个人行动将会更加清晰，有方向感。分析完了2025年综合星象，接下去我们一起来看看12星座的运势分析。我们将分为事业、感情、财运3个部分，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上升星座和太阳星座来参考。其中呢，以上升星座为主。首先我们来讲一下白羊座。2025年是白羊座在事业上突破自我、寻找目标的重要一年。你会感觉自身潜力被挖掘，但是呢，也会伴随着对毅力和成熟度的考验。今年你会被赋予更多理想和灵性的视野，让你对个人使命还有人生的价值观会有深层的思考。上半年呢，是你学习还有提升沟通能力的关键时间，你会发现自己在创意创新的领域有更多表现机会，接触新技术，那这些项目就会增加你的视野还有个人能力。在和同事、合作伙伴的互动里，你会发现新的合作方式，也有助于你提升专业形象。
那今年可能需要你快速的掌握一些新技能，比如说学习新的语言，或者工作里面需要新的沟通技巧，这些会进一步提高你的适应能力。但是2025年土星呢会进入白羊座，所以今年对你的要求就提高了。不少白羊可能会接手更大的任务，甚至会担任领导职位。虽然工作压力不小，但是这种高负荷的状态呢会锻炼你的抗压能力，同时也需要你更关注效率还有个人健康的平衡。有些人可能会面对很激烈的职场竞争，或者暂时感觉到一些瓶颈，可能会产生自我怀疑。但是需要记住，2025年适合定下长期的目标，而不是追求一时的成绩、短暂的成果，也避免自我束缚，去否定一些可能性。只有通过一步步的积累，你才会赢得上司的信任，为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你也会看到细水长流的重要性。那今年有些人也可能会有全新的事业或者人生周期开始的感觉，你的创新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会得到充分发挥。如果能够抓住这些机会，那么未来2到3年内可能会有显著的成长。下半年很多白羊可能会迎来事业的新起点，比如说接触新的领域或者更有挑战性的项目。在秋天附近呢会有日月食发生，就会让你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目标，可能会带来环境的变化或者业务内容的调整，那也会帮助你明确未来的方向。接下去我们来说一下白羊座的感情。那在2025年，其实你的感情生活波动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在年初还有年中。年初的话，你会更加注重家庭还有内心的安全感，但是情绪容易敏感。伴侣关系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潜在问题会浮现，所以要注意家庭事务还有感情的稳定性。如果你是单身的话，那这段时间是你审视自己情感需求的好时间，但是要避免过于理想化对方。年中开始呢，你会更加重视家庭的幸福感，那部分白羊也会考虑同居或者结婚，以及走向一段更加稳定的关系。不过感情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模糊还有不确定性，这可能会让你感觉有些困扰，比如说对边界定义不清之类的，或者在责任分配上有一些分歧。那今年呢，你也会特别渴望深厚的情感连接，但是需要花时间来平衡工作还有家庭的需求。2025年你在感情里面也会经历理性和感性之间的拉扯，虽然说木星进入巨蟹以后会带给你渴望家庭温暖还有情感的稳定，但是呢，理想和现实之间可能是有差距的，需要时间去磨合。对于已婚或者有伴侣的白羊来说，今年特别需要耐心和对方共同探索一些新的沟通方式。那么今年你也会有一些深刻的友谊或者社交关系，比如说你也会希望在自己的朋友圈、社交圈里面找到和自己志趣相投的人，或者符合长期价值观相同的朋友还有组织。你会反思在感情生活中如何获得真正的满足感。秋天附近的日月食会让你重新审视过去感情里面未解决的伤痕，部分白羊可能会有旧情复燃的可能，所以经过这段时间，你也会开始了解过去的业力模式，开启新的情感周期。接下去呢，我们再来聊一聊白羊座的财运。那2025年你的财务目标其实是会更加明确的，重心呢会放在长期的储蓄还有长期规划上。因为土星的影响，接下去你也可能会意识到精打细算的重要性，对金钱方面会更加谨慎，但是也要注意可能会出现额外的开支，比如说像家庭的支出还有健康相关的费用。那有些白羊可能会通过意外收入来改善财务状况，比如说像兼职、短期投资或者是合作项目带来的一些收益。年终开始呢，家庭方面会带给你经济方面的提升，比如说有些人会获得家庭成员的支持，或者是房地产的一些收益。那如果有计划买房或者投资房产的话，其实2025年会有不错的机会，比如说可能会找到很满意的房源，或者碰到利好政策等等，所以很适合投资来改善自己的居家环境。不过呢，部分白羊也可能会为了家庭装修或者提升生活环境而增加开销，所以要提前做好预算。那下半年其实你的财务状况是比较平稳的，在理财上面呢会有更多灵活性和创造力，比如说你可能会通过信息领域或者某些合作项目，还有其他非传统的渠道来获得收入。那2025年整体来说，你的财务敏锐度是会提高的，适合尝试一些新的投资方式来为未来制定更清晰的规划。接下去呢，我们再来讲讲金牛座的人群在2025年会有怎样的运势。
首先事业方面呢，其实2025年是你奠定长期未来格局还有人际发展的年份，你会发现自己在人际互动里面更有同理心了，沟通也会更加顺畅。今年你会在职业方向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感和满足感，你可能会重新审视自己接下去的职业目标，思考过去的选择是否能够符合未来的规划。所以这种觉醒就会促使你深入思考长期发展的方向，为接下去生活奠定更稳定的基础。但是因为冥王星已经离开了摩羯，将会彻底进入了你的第10宫，所以今年你也会有一些危机感和压力。有些人可能会在这2年经历职业上比较重大的变化，比如说换行业，也可能换一种经营的模式，换一套思路，或者是辞职等等。那起初呢，会有一些不安的感觉，但是这些挑战反而是你成长的机会，会成为驱动你突破自我的契机。你会感受到项目的沟通变得更加顺利，人际关系也更和谐。所以今年团队合作还有人脉的发展就是你的优势领域，你会借这个机会和行业的前辈或者是某些经验很丰富的同事建立起联系，通过合作来推动自己项目更进一步发展。但是在人际互动中可能也会遇到一些信息模糊或者被误解的情况，所以需要你在沟通中更加谨慎，尤其是在签合同和长期协议的时候，需要明确细节，避免未来出现的损失。今年你也会有内在觉醒的重要时刻。上半年呢，你的社交圈子和事业合作会有明显的发展，尤其是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参与某些项目。今年团队的力量会让你实现更大的突破，所以今年很适合提升自己的知识还有技能点。那么在工作上，你也会更自信地传递观点，让他人看到你的创作、作品还有想法，所以有助于各种合作的开展。你也会明白沟通的艺术，所以今年人际关系整体会得到提升。接下去我们再来讲一下金牛座感情领域。2025年其实你的感情还有社交关系会迎来一种调整和沉淀的感觉，虽然感情上新机会不多，但是这是你内观、反省还有成长的好时机。今年你会更加了解如何加强社交联系，用有同理心的方式互动，或者和伴侣进行一些深度的情感沟通。那单身的金牛可能会通过熟人介绍遇到合适的人，不过在感情交流中需要避免模糊的表达，容易带来误解或者暧昧不清的情况，所以今年清晰的表达自己真实的需求非常重要。年初的时候，因为火星逆行的影响，你可能会在家庭还有亲密关系中感到一些情绪波动。秋天附近的星象呢，会为你带来人际关系还有感情的清晰视野。你可能会思考同事还有朋友关系，以及哪些人值得你投入更多精力，或者哪些关系已经不再适合你的生活。那也会为单身的人群带来新的爱情机会。有伴侣的人呢，可以借这个时机为关系注入一些新鲜感，比如说规划浪漫的约会，或者考虑要孩子之类的。到了年底，你对社交圈还有情感关系会有更深的领悟，那这些关系的变化会带给你内在的成长。最后我们再来聊聊金牛座的财运。2025年你在财富上是一个持续累积而且和创意并存的一个状态。上半年呢，你可能会有更多收入机会，感觉到财运整体是稳健提升的，很多人会有加薪或者投资收益回报之类的，所以很适合制定一些长期的财务规划，都会很正面的影响你接下去财务状况，让你会感觉到物质回报很丰厚满足，你也会逐渐积累一些财富。接下去你的财务结构有所创新，适合探索不同的投资途径或者比较创新的收入来源。赚钱方面呢，不再适用于过去老的路线，而适合融入灵活性，特别是符合接下去时代的新趋势。因为新的趋势可能会为你带来新的赚钱途径，比如说在金融科技、社交媒体之类创新领域呢，可能会有比较好的发展机会。那从事像艺术还有科技工作的人，其实2025年财运尤其看好，因为这是未来布局的好时机。那在面对财务决策的时候呢，其实2025年不妨大胆一些，只要有风险管理意识，是可以循序渐进，带来一些改变。今年你对财务方面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和直觉，就比如说以前你不敢涉足的一些领域，可能会在2025年有一些新的尝试，所以呢，也可能抓住一些新的利好。年终开始，你需要注意控制开支，也可能会在商旅、学习或者家庭方面有额外的支出，那也要避免冲动消费以来影响预算。下半年呢，你可能会建立
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时也可能通过人脉、团队合作进一步提升财务的收益。整体来说，2025年你的财运是稳中有升。接下去我们再来说一说双子座2025年的运势。首先在事业上面，今年你会感觉事业上的机会和挑战是并存的，因为上半年木星还在双子座，会给你注入满满的活力和自信，那你的职业形象还有自我价值都会得到提升。今年你是会遇到不少机遇的，尤其是开阔眼界的机会，比如说学习新的技能，或者和不同领域的人交流，就能够让你接触到更多新的思路。你也会在接下去逐渐看到创新还有突破的机会。如果是从事创意、科技或者是一些新兴行业的人士呢，今年开始会更加的如鱼得水，因为你会感觉到接下去工作思路变得更加独特，有机会展示非凡的创造能力，所以也需要你更善于调整自身，融入新的趋势和环境。那部分人群可能会开始考虑换行业、换轨道，或者呢感觉到新趋势的到来会对自己未来职业生涯带来重要影响。比起过去2年迷茫的状态，其实今年你会更清晰自己的职业规划，也可能会得到贵人相助。你需要利用更多资源突破自己的舒适区，这会给你带来接下去人生的转机。而且今年你也会经历观念的转变，所以带给你全新的自我观感，你的生活根基也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原先你所认为的坚持的，可能会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新的可能性。所以呢，顺其自然是最好的发展。虽然上半年工作上会有一些压力和瓶颈，但长期来看，这是你最后的考验，也是你积累经验、沉淀自己的最好时机。那部分人今年也会负担一些比较重要的职责，所以工作上是有压力的，但是呢，会把你推向职业生涯重要的转折点。那在职场人际关系方面，今年你会有重新洗牌的趋势，某些让你头疼的关系呢，要好好的处理，也会考验你沟通和情商。很多双子呢会沉淀知识，专注于某些信念和理想，为之努力奋斗，但也可能会经历深刻的观念转变，还有学习知识的机会。有一部分人可能会进一步深造、旅行，或者为你事业带来新的灵感和方向。2025年非常适合你持续的培养自己专业技能和知识，为事业增加更多深度。接下去你也可能会更关注集体利益，提升自我价值的同时，也为群体贡献力量。那春天的日月食是你事业的一个转折点，你可能会感觉到压力和动力并存，有些任务呢可能超出了你的舒适区，所以这也是你提升个人价值的一个重要时间。下半年你可能需要团队合作，或者在社交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有些人群会有机会参与一些大型的项目或者行业内的重要活动。接下去我们再来讲一下双子座的感情。那在感情上呢，2025年你会遇到不少考验，尤其是土星的影响会让你更重视关系的稳定性，但是也带来了对人际关系的一些考验，避免出现一些不满情绪和关系僵化。那社交圈可能会给你带来新的桃花，但是2025年你会感觉友情和爱情的界限容易模糊，需要一点特别的判断力，否则就容易陷入烂桃花和人际的困扰。比如如果你对某个桃花产生特别的感情，不妨呢多观察一下关系的真实性，避免因为幻想而在关系中受伤。那今年你也会看清一些关系中的问题，所以需要筛选不良影响的人际关系，为自己生活腾出更多空间。你可能会发现某些朋友还有社交关系，甚至可能因为某些实际问题而产生摩擦。不过今年你对爱情的期待会更加理想化，有可能会遇到和自己生活节奏完全不同的人。那今年呢，也会为你带来一种很清新的、充满活力的恋爱氛围，但是也可能会受制于社交圈，让你感觉难以寻觅到比较同频或者相似的对象。今年你会很渴望找到志趣相投的对象，建立一种很开放自由的情感关系，但是彼此之间的差异性还有后续的成长路径需要磨合。那今年的春秋两季都是你情感的一个高光时刻，有伴的双子呢会和伴侣一起考虑家庭计划，比如说像搬家、买房或者装修之类的事情。接下去呢，我们再来讲一讲双子座的财运。其实今年你的财运是特别旺的，你会感觉到收入的增长，而且呢，在工作和项目中会获得丰厚的收入，尤其有利于需要发挥个人才华的项目以及一些特殊技能的领域，都会带来不错的经济回报。
那今年你对财务上也会有乐观的想法，你的物质安全感会得到提升，所以可以尝试设立更高的财务目标，比如说增加储蓄保险或者合理配置资产投资，并且为之努力。不过呢，你需要注意和他人之间的经济往来，有可能会有一些人情消费会超出预算。那有些双子呢，你也会在财务上有新的灵感和创造性思维，比如说通过一些新兴行业、网络平台或者比较独特的赚钱方式来增加收入。所以呢，很适合关注接下去的新趋势，像科技、金融领域或者创新经济领域的投资，那这些都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益。你在财务上呢，也会逐渐建立更加稳固的基础。接下去在理财上不妨关注一些适合短期投资还有灵活的财务规划，有部分人可能会有买卖房产或者投资土地的打算，那这些举措都会进一步巩固你的财务基础。还有些人群会感觉现金流在今年是比较充沛的，因为收入增加了，也有升职加薪的机会，所以很适合进行新的财务规划或者投资方案。你会有机会获得新的市场红利，但是呢，就是注意人际方面的困扰，比如说社交活动当中的开销，还有朋友之间的一些经济往来，避免情谊影响到自己的经济财务状况。今年春秋两季呢，事业上会有一些决定，也会推动你接下去新的财富机会，带来进一步扩大收入的可能。整体来说，今年你的经济稳中向好。接下去我们再来讲一讲巨蟹座的运势。在事业上来说，今年是你蜕变还有提升的一年，可能会是你全新的一个开始。特别是在工作上，你有机会展示自己，提升自己的职业地位。而且呢，你也会调整自己状态，稍作修整，为后续发展蓄力。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找到内心的宁静。很多人都会在今年找到一种内心的安定感，变得更有智慧和觉悟。你也会看到很多过去无心的努力，在今年得到极大的提升和进展。所以你做的每一项努力，每一步付出，都是有可能会转换为实实在在的进步的。比如说像职位晋升，得到更大的项目，或者是上司的肯定，总之是你种善因得善果的年份。2025年你的共情能力也会更强，更容易吸收到贵人的支持，比如说像领导、导师或者是同事的认可。那你的能力和潜力也会被看到，逐渐脱颖而出。如果你回头总结以往的工作经历，你会发现很多隐藏的经验也会对你未来事业提供帮助。今年呢，你会更加自信，也会为团队带来积极的能量。需要注意的是，计划越远大的目标，越需要持久的努力。虽然说今年你可能会有更高的期待，但也需要让自己的脚步更扎实，特别是遇到职场上一些压力和竞争的时候，要调整心态。今年你需要注意的是，欲速则不达，还是需要持续的努力。接下去你会有很多对职业目标还有成就的一些新要求，也就是说你的事业心会变得更强，你也会开始思考事业长期发展方向。有些人会感觉到职场环境竞争压力，需要迎接到一些考验，所以呢，你也会对自己产生更高的职场标准。那今年你也会在工作领域有更多的梦想和追求，可能会让你对未来抱有理想化的期待，所以这种期待会迫使你把理想付诸实践。所以今年你会不断的反思如何去实现目标。那春天的日食会是你重要的事业转折点，比如说像新的工作职位、项目或者是新的合作伙伴。虽然上半年你工作压力不小，但是正是突破的好时机。那秋天的日月食呢，可能会带给你学习还提升技能的机会，比如说像职业培训、进修，甚至是跨国合作之类的。那对于有考试计划的人，也是非常适合投入学习或者参加考试，来增加职场竞争力。不过在这个时间，你也需要审视自己的一些学习目标是不是适合接下去职业发展的方向。对于有计划出国的巨蟹来说，今年你会得到相关的消息，虽然过程不一定会很快，还是有一些迂回和阻力，但是呢，通过耐心等待，有可能会有好消息和结果。接下去我们再来讲一下巨蟹的感情领域。今年呢，你会更加的清楚自己内心需求，也是你探索内在情感、感受非常丰富的一年。今年感情你会体会到2个关键字，就是真诚。所以有机会体会到非常充沛的情感、幸福的家庭生活，你也会对人际关系和感情更加敏锐，富有同理心，所以是你感情能量非常强劲、充满正能量的一年。
那对于很多巨蟹来说，今年就非常适合脱单、表白、结婚，或者是建立深层的亲密关系，都会为你带来满满的自信还有个人魅力，你的整体形象呢会更加耀眼，所以这就会带动你的恋爱运势，让你吸引到更多贵人还有高质量的桃花。如果你是单身的话，会明显看到今年有很多社交机会，而且其中会有很多人真的很关心你、理解你。对于有伴侣的人来说，今年你会更加重视付出还有责任感，所以呢，这就会让你伴侣关系变得更加稳定还有甜蜜。今年你会感觉感情世界是充满了梦幻色彩的。那么在春秋两季日月时会给你带来一些感情的转折点，你会很关注外界的评价和影响。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会困扰个人的情感需求，还有世俗的一些建议和声音，那这种拉扯就会让你去寻找真正幸福的定义，你也会开始思考如何平衡个人幸福和世俗的基础。所以这段时间是有感情和理性矛盾的，但是你会在感情中更加注重成长和互相的支持。那么下半年由于木星即将进入你的星座，所以你会感觉到来自各方的关爱，感情浓度很高，所以有很大的几率会体会到幸福的亲密关系和家庭亲情。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下巨蟹的财运。今年呢，你的财运是稳步提升的，因为你会更加清楚自己的财务目标。有些人会专注于债务清理、财务投资，那今年其实你更适合自己熟悉的领域，因为在冥王星的影响下，对于偏高风险的投资项目需要多留个心眼，避免一时大意，影响接下去长期的财务安定。对于一些人群来说，今年有机会获得来自家庭的财富支持，那也有机会买房、搬家、装修，或者是不动产带来的一些新气象，会给你带来很好的生活体验。今年很多巨蟹也有机会收到意想不到的财富，或者有机会参与一些幕后财务合作的项目。很多人呢会在今年找到一些符合自己需求的投资方式，帮助财务增值。那年初的时候，因为火星逆行影响，你的消费欲望可能会比较强，虽然你会很有动力去赚钱，但也小心不要超预算。那如果有和他人或者合作伙伴的财务往来，需要沟通清楚，避免一些误会。那么下半年开始，你的现金流还有收入会有明显的增长，比如说收到奖金分红，或者拓展一些新的赚钱渠道，这些呢都会让你对自己财务状况更有信心，也带来更多安全感。所以接下去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多消费的欲望，很多巨蟹饭局会增加，比如说像聚餐，以及和他人情感互动的机会会增多。好，接下去我们再来讲一讲狮子座2025年的运势。首先在事业上来说呢，是你沉淀自我、深入人际圈，为未来打基础的一个年份，所以需要你保持开放的心态，拥抱新的可能性，同时也需要为长期目标积累资源。今年你会发现自己人脉圈在迅速拓展，有机会遇到贵人，或者加入新的团队，参与一些大型的合作项目，那也很有利于客户啊、粉丝之类的增长。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行业活动认识到一些比较关键的伙伴，或者接触到一些资源丰富的合作机会。今年你会从长远利益出发，评估接下去的规划。有些人可能会感觉到知识的瓶颈，还有职场趋势的转变，所以可能会在今年考虑进修，从而在工作领域找到更多灵感和机会。比如说像参加一些线上课程，或者是国际化的项目。那今年你也会感受到积累的重要性。求学者接下去可能会有方向上的迷茫，也会有考试的压力或者自我质疑的感受。所以知识呢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可能需要熟能生巧。那么对于狮子来说，接下去并不是一个拼技能的时代，你会发现和不同天赋的人合作比单打独斗更有成效。所以呢，需要你花时间经营关系网络。上半年你在工作中表现还是比较如鱼得水，有机会在一个充满活力的职业环境中发挥，或者结识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那么春天的日食会为你打开一扇新的门，你会在职业规划中找到全新的成长方向。年终开始，你的工作会进入一个更沉淀和内省的阶段。表面上你可能不在一个很显眼的位置，但是会为你提供更多思考，是你整合积累力量的时间。比如说像整理过往经验，启动长期计划，或者默默推进某些重要的项目。那么接下去你的人际关系也会逐渐洗牌，迎来新的关系，或者加入新的团队，结交新的友谊。
今年你可以通过社交关系来拓展自己事业，提升技能，顺应职场的转型趋势。那么在感情领域上来说，今年也是你需要整理内心情绪的一年，因为你会更加成熟地看待亲密关系，接下去你的想法会变得更成熟，所以顺其自然反而有助于你身心状态的放松。今年你会感觉到亲密关系强力的洗牌，比如说有些人会步入婚姻，开始长期的关系，专注于发展某段亲密关系。那也有人可能会选择不再合适的感情，离开一段关系，比如像分手、离婚，转而重新出发。那这些变化看似很剧烈，但实际上你也很慎重地面对感情决策，因为它会关乎你接下去和谁长期相伴。你会投入更多深思熟虑的思考，也会去维护有意义的连接。那通过这些关系，你也会逐步回归内心的宁静，从中感受到生活的平静和满足。今年春天的金星逆行会促使你重新审视自己的感情观。上半年你的社交活动非常丰富，所以有可能会认识到志趣相投的朋友，甚至呢可能会发展成恋爱关系。那这个时间段都非常适合通过社交圈、相亲之类的寻找爱情。有些人也可能会在团队聚会中找到充满吸引力的新对象。那么下半年你的感情会进入更内敛的阶段，接下去呢反而更适合顺其自然。比如已经有伴的狮子会更加注重双方的价值观、生活方式，还有长远计划。你也会很关注关系当中的权利还有责任的平衡，以及自己在关系中的定位还有位置。单身的人士可能会在今年发现，虽然交友容易，但是交心不易。尤其如果你处在一个整合自己个人价值观还有沉淀自我认知的阶段，有些人呢也可能会在接下去吸引到背景经历截然不同的人。那这些人会给你带来新的视角还有思维的碰撞。今年对于有伴的人士来说，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比如说如何平衡彼此投入和回报，以及共同制定接下去的财务规划。接下去呢，我们再来讲一讲狮子座的财运。虽然2025年不是你财运非常旺盛的年份，但是呢是你解决旧问题、稳步前行的一个财务调整期。今年你还是会感觉到来自过去影响以及一些财务压力，但是随着你逐步解决过去经济问题，压力呢也会随之缓解，最后会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你在事业中会获得更多的社交资源还有创新的机会，这也是你接下去为未来积蓄力量的方式。你会很关注长期的财务规划，所以很适合进行稳扎稳打的投资。那经过过去几年的财运走势，很多狮子对待财务还有投资决策都会更加谨慎。年初呢，你可能会重新审视自己的消费习惯，会发现某些不必要的开支，来主动调整预算，为长期财务目标积累资金。那下半年开始，你的财运会呈现隐形的增长趋势。很多人呢会关注保险、社会福利还有投资方面的一些资金流动，所以很适合着手长期的布局，为未来安稳的财务状况打好基础。秋天的日月食会给你带来新的财富机会，比如说和他人合作投资或者资源共享，也会获得一些意外的收入。那到了年底呢，其实你会很深入审视财务状况，特别是对于一些有债务的人来说，今年特别适合减少债务，减轻经济负担。你也会因此感觉到神清气爽，财务上逐步积累也会带给你足够的安全感。接下去我们再来讲一下处女座2025年的运势。今年事业上你会有不少机会，是你展现实力、提升职场地位的好时机。你会感觉自身事业正处于一个上升期，周围的资源对你来说很有帮助，能够助你实现突破，大展宏图。所以不妨大胆展现自己的实力，赢得领导和同事的认可，让周围人刮目相看。今年你也会注意优化工作的方法，专注于实现职场目标，管理好压力，效率自然就会更高。部分人会在变化中找到事业发展的主线，只要坚持精益求精，你就会磨练出突出的职场技能，进一步提升职场竞争力。今年开始，很多人职业生涯会迎接新的变化，需要保持与时俱进。你可能会转变传统工作方式，重新规划职业路线。那这些新的方向可能会带来长期事业布局的改变，比如说融入新的科技，使用数字化工具，引入前沿技术，或者探索新的业务模式和思维方式等等，都会提升你的工作效率。
把工作产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如果你从事技术、创新产业或者自媒体，那么今年你的灵感就会特别多，容易有突破性的成果。上半年适合你争取升职或者跳槽到更好的平台，只要肯付出努力，你的成果就会被认可。下半年合作还有人际网络会成为重点。那么今年你会有良好的贵人运，所以很适合拓展社交圈，也可能会为你带来新的合作伙伴，还有新助力，来实现一些个人难以完成的项目。如果你从事需要合作、协调或者依赖口碑的行业，那么今年的星象尤为有利，你有机会建立稳固的客户基础，或者吸引到一批忠实的粉丝，或者和不同的团队合作来展现你领导才能。总之呢，你会在行业内收获口碑，而且获得很多人际的支持。那么在感情上来说，2025年你会经历一些比较重要的转变，来帮助你深入理解自己的感情。今年有些人可能会遇到情感上的考验，需要面对未解决的课题，或者还是对关系的未来有一些不确定，但这是一个学习信任和共情的好机会。虽然关系仍会经历一些起伏，但是你在今年会逐渐拨云见日，看清感情的方向。因为土星和海王星即将换座，所以有些人呢可能会结束一段拖拖拉拉、时间很长、不合适、看不见未来的感情，但你也会因此告别内耗，开启新的生活。那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在困惑中找到新的方向，为感情注入新的动力。通过这些经历，你会更加清楚自己的需求，同时也更理解对方的期待。今年你的感情也可能会和财务挂钩，所以感情上贸然的决定也可能会带来财务的损失。那么接下去会牵扯到更深层的利益，尤其对于有伴侣的人士来说，今年你会和伴侣有一些深刻的经历，那这些经历也会让你更看清人性。年初附近，由于火星逆行的影响，你可能会反思过去的情感经历，来重新审视现在关系。那需要注意社交中一些不和谐的感觉，容易受到他人一些行为而产生情绪波动。那年终开始，你会感觉到社交活动变多，所以很适合参加团队活动或者朋友聚会，以及一些集体性的项目。这个时候呢，你也可能会遇到感情上新机缘，单身的人群有可能会通过拓展朋友圈，来让感情生活变得活跃起来。秋天附近，很多人可能会和旧人重逢，或者是过去的关系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某些旧的课题回归，那么彼此之间呢，还有不得不面对的一些牵绊，比如说未完结的协议，或者是未处理的财务分歧。那么你会在亲密关系中再次思考彼此关系价值还有未来。秋天的日月食会推动你加速做出这个决定，来重新定位自己在关系的位置，以及自己接下去人生的规划。如果你发现关系存在一些不再合适的模式，那么可能会带来结束或者转变的决定，为你新的情感旅程做好准备。经历这些变化以后呢，你会清理不再合适的感情模式，会让你内心获得新的自由和成长。接下去我们再来讲一讲处女座的财运。今年你的收入是有提升机会的，同时也伴随一些财务压力。那么上半年你的事业发展还是很红火，所以会带来稳定的收入来源，很适合运用人脉资源还有职场地位的拓展来提升收入。那今年你也适合关注接下去中长期的财务目标，来进行一些稳健的投资。因为土星即将对你财运产生影响，部分人接下去有可能会出现负债、固定支出增多、投资亏损的问题。那年终开始，团队合作还有社交资源的开发会更加顺利，所以这个时候你有可能会从一些团队项目或者朋友介绍中获得额外的收入，比如说像副业或者兼职机会，所以很适合开拓多元化的收入渠道。那么这个时候你财富的积累也会有所增加。今年对于一些有客户基础或者粉丝基础的人群来说特别有利，有助于开发名气带来的财富。创新的元素还有新兴项目也会接下去进入你的职业生涯，所以这种新元素也会为你带来意外收益和增长的机会。随着事业发展，接下去你可能也会有一些财务压力，比如说像债务问题或者是拖欠款项之类的，可能会带来一些心理的压力。所以今年你在投资借贷上也需要格外小心，
或者像一些合作项目或者副业，在初期看似很美好，想法上是充满潜力的，但是可能未到最赚钱的时机，所以要避免在早期投入过多，以免一些入不敷出的局面。那今年总体来说需要你更谨慎地管理财务资源，来有效利用。投资方面呢，也是以稳妥和长期收益为主，避免追求短期的市场红利带来一些亏损。那有部分人也可能会开始很慎重地考虑保险方面的事宜，来保障自己未来的财务安定。今年的春天日食呢，可能会给你带来一笔意外之财，比如说像分红或者赠与之类的，让你财务上有新的动力，可能会推动你在财务方面做出某些决定，比如说像变卖资产或者贷款方面的消息。秋天开始呢，需要注意合作当中的财务问题，比如说一些旧的合作可能会因为利润分配问题而难以为继。那对于有伴侣的人士来说，今年需要一起做财务规划，来共同分配资源，做好未来打算。那接下去我们再来讲一下天秤座2025年的运势。在事业上呢，其实你会迎来稳步发展的好机会。上半年很适合利用时间来自我提升，比如说像参加培训课程、考证，甚至去国外进修旅行之类的。那很多人会在今年提升自己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力。如果你是从事内容创作或者策划类的工作，今年灵感会特别多，容易产出让人眼前一亮的成果。与此同时，一些政策利好或者是行业内的好消息会为你职业发展带来更清晰的指引，帮助你抓住更多机遇。对于求学的人群来说，今年也是特别利好，特别适合留学、跨文化交流或者去其他学校、地区交换等等。你会发现自己比以往更有冒险精神，敢于跳出舒适圈，尝试一些新的事业方向，所以你也会看到事业的机遇。总体来说，感觉处于一个事业的上升期，特别是下半年，你会关注全新领域，比如说通过技术创新、跨界合作来让事业焕发新的活力。那这种尝试可能会让你收获比预期更多的成果。今年你的努力和表现很容易被看到，就职场中可能上司会赏识你，甚至有贵人相助，为你带来重要的资源和项目等等。如果你希望升职加薪，2025是很好的时机，适合主动展示你的能力和领导力。那对于想要换工作的人群来说，也有机会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平台，进入不错的公司，为未来发展打好基础。不过土星的影响可能会让你在职场中面临一些繁琐的任务，有脱不开身的感觉，或者是人际关系合作上面的挑战。你可能不得不去应对一些繁文缛节，特别是合作项目当中，双方的立场需要达成一致，避免因为一些问题影响到进度。那么上半年呢，你也会在理想和事业当中找到平衡，与时俱进，学习新知识。年终开始，你可能会关注一些新领域动向和知识，接下去你的事业会注入更多创新能量，所以就很适合把之前的想法落地，把所学的知识拓展为实际的事业成就。那么接下去你也会感觉需要接受新观念、新思想，甚至一些大胆的职业选择和方向调整。你会感觉到旧的知识体系还有熟悉的领域是不够的，所以很适合接触全新的行业领域，或者引进一些前沿技术、跨界合作的方式，让自己事业能够前所未有的拓展。秋天的日月食会激发你对健康关注，所以在忙碌工作中也需要调配精力，保持健康的身体状态，为长久事业发展打下基础。接下去我们再来说一下感情方面，你呢会产生更多实际的看法，特别是过去已经有一些问题的关系，那么在2025年你可能会认真思考是否要值得再继续。因此今年是考验你关系基础的时候，不合适的关系会渐渐暴露出问题，但好的关系也可能会在一些共同经历之后日久弥坚。因此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都会经历一些深刻的情感体验。你可能会思考自己的感情观，也可能会带来旧关系结束或者深刻转变。基本来说，2025年今年你会非常慎重，想要追求长期的关系、认真的情感关系，或者是追求内心真正的契合。你也会关注关系的现实性和稳定性，但是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确认彼此是否具备携手走向未来的基础。你会感觉今年关系并不容易，表面的一些社交技巧很难解决深层次的问题，甚至你会感觉过去关系的平衡被打破了。今年呢，可能有一些需要妥协自我的部分出现，而且你需要在妥协和树立边界当中找到平衡点，因为关系没有办法再回到过去，需要用新的方式来面对接下去的进展。
单身的人士今年是有机会遇到特别的人，但是这个关系可能带有宿命感，也可能有某些课题需要你去解决。对于已经有伴侣的人群来说，今年呢，你会一起共同面对生活中的一些责任，需要你做出牺牲和妥协，但这个呢，也会让你们关系变得更加真实。你可能会感觉到过去旧的方式已经不再适用，需要尝试用新的方式来处理两个人的相处，比如说更宽容或者更互相理解。那春天的日食还有金星逆行呢，都会让你对感情有一些反思。有些人可能会重遇过去的人，或者重新审视一段旧的关系，但是要小心接下去可能有一些戏剧性的转折，尤其是三角关系或者剪不清理还乱的剧情，有可能会开启你对过去感情纠葛或者旧模式的清理。因此今年你会反复思考关系中真实需求和边界，从而为你带来更加清晰的方向。那这些经历呢，更多是为了帮助你清理感情上的负担，让你看到自己真实的需求。到了秋天开始，你会再次思考自己在感情中的角色，特别是在日常相处中两个人的责任分担还有互动，有助于你用更成熟的心态迎接接下去的发展。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下天秤座的财运。财运呢，今年还是挺不错的，稳中有升。上半年呢，适合专注一些能够给你带来直接收入增长的领域，尤其适合在运输、外贸、教育、自媒体还有法律之类的领域发展。那这些领域呢，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多收入。今年你也会产生很多创新的想法，也更关注财务自由的目标，所以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提升自己的财务知识，来探索新的投资方式，逐步建立更加多元化的收入渠道。比如说像开启副业、加入一些投资计划，或者进行多样化的资产配置等等，都能够帮你进一步积累财富。那今年呢，你需要保持一定开放的理财思维，才能带来收益。比如说通过创新的财务策略，或者接触一些海外的投资机会，以及更前沿的理财方式来实现增值。那今年你也会比较勇于尝试，乐于接受一些新兴的投资方式，所以呢，适当做一些研究，关注趋势，也许你可能会找到一些新的机遇。需要提醒的是，今年你在合作当中会碰到一些财务上细节的问题，比如说预算不清，或者合作伙伴财务状况不够透明之类的。那么在签合同或者安排资金的时候，就一定要仔细审查，避免未来的一些麻烦。虽然财务方面的问题可能不是马上出现，但是呢，会对未来造成一定影响。那在合作部分呢，需要检查合同条款，避免长期的一些财务隐患。部分人可能会调整投资方式，或者变卖一些旧的资产，来达成新的财务规划。那从年终开始，你会有机会获得丰厚的物质回报，比如说像涨工资、拿奖金，或者接到一些更有潜力的新项目。特别是如果有换工作计划的话，有可能会找到更好的平台，可能会收入增加。总体来说，你的财务状况是呈现一个良性上升的趋势，所以你的努力也会反映在升职加薪上面。那如果今年有投资房地产或者家庭财务规划的话，你也会看到不错的回报。所以适度调整投资方式，或者处置部分旧资产，也许能够帮你更好实现财务目标。接下去我们再来讲一下天蝎座2025年的运势。首先在事业方面，对你来说会有一些深度的调整。今年你在工作上可能会迎来比较重要的转折点，你会发现工作任务更多、更琐碎，可能也需要承担一些责任和压力，甚至呢会让你感觉有些疲惫，因为可能会有一些例行公事的内容，或者让你觉得缺乏热情，学不到新东西。但是呢，别让这些负面情绪打败你，记得给自己放松的时间，调整好生活节奏，避免因为压力影响到健康，比如说像慢性病或者过度劳累引发的健康问题。那么今年也特别适合养成健康的习惯，比如说每周抽空运动、定期体检或者吃得更健康，这些都会帮助你提升健康。今年你会发现某些工作内容的重复性可能让人很乏味，所以可以考虑在今年提升自己的技能。虽然说短期内没有什么成效，但长期来说会磨练出比较精湛的职业技能。比如说可以上新的课程，参加行业培训，这些都有可能会让你在接下去职业发展中占据优势。那工作上这些学习和精进会给你带来一些成就感，也会让你工作变得更有意义。而且如果你觉得工作太压抑的话呢，也可以计划一些旅行，那在今年会给你带来心情放松又激发灵感的感受。
今年也很适合你优化工作流程，提高效率，为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那上半年总体来说你是比较忙碌的，有可能会深度参与一些资源整合或者是合作项目，那这个呢会给你带来不错的回报，但是也需要你运用对复杂事物的洞察力和统筹能力，这些能力会让你更好的驾驭一些复杂的任务。那么春天附近呢，有可能会带来工作上的挑战，这个时候就很需要你管理身心健康，还有职场人际关系。下半年开始呢，你可能会有学习新知识的需求，比如说想要深造考研，或者是学习某些海外项目相关的内容。如果有计划留学移民，那么今年你可能会遇到好的机会或者政策，也很适合你去拓展视野，比如说看看国际资源，或者是进军一些新兴市场。今年你非常适合和不同领域的人交流，会从中看到很多不同观点的碰撞，那也有可能会推动你在财务管理或者工作方法上一些创新，进一步赢得工作的认可度。接下去我们再来讲讲天蝎座的感情。今年你的家庭生活其实有不少变化，有可能是生活方式、居住环境或者是家庭规划上的转变。有些人呢可能会有搬家、装修，甚至会迎来家庭新成员。那这些变化就会让你重新思考自己和家庭还有亲密关系的连接。有些人呢会感觉到原生家庭当中一些未解决的议题可能会重新浮现，比如说像过去的一些情感隔阂、矛盾，或者是代际关系的影响。那对于部分人来说，今年也可能会迎来关系上的升华，有可能是和某段情感关系告别，结束不再适合的关系，或者呢是和现有关系进入新的篇章。那这些变化就会为你打开新的局面。有些人可能会离开旧的居所，重新装修房屋，开始新的生活。如果你是在异地恋中，那么今年有可能会结束异地状态，和伴侣一起开启同居生活，甚至是共同购置房产，构建稳固的家庭。无论是通过同居、婚姻还是其他方式，那么这些变化都会让你对家庭和关系有一种全新的感受。今年呢，你也会体会到情感上的深度连接，不只是生活琐事的分享，而是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共鸣。你会感觉到内在同理心增强，情感上的自洽呢，也会带给你更高层次的精神升华。很多人呢，可能在今年不再纠结于过去，而是在情感体验中积累新的生命体验。有伴的天蝎可能会更加注重彼此互动，还有长期规划，比如说像子女教育，或者是共同的生活目标。很多人也可能在感情上做出重要的决策，那你的直觉也会成为重要的指导力量，推动关系向前发展。有些人群呢，甚至可能会在2025年有生育计划，迎来造娃的机会。今年你会在亲密关系中感受到更多宽容和自由的空间，你会觉得伴侣能够理解你、支持你，彼此呢能够在自由的氛围中共度愉快的时光。部分人也需要解决过去情感中卡壳的问题，如果度过这个磨合期，那么接下去有望进入更加稳定的发展阶段，反之呢就有可能会分手，不再留恋。那么今年秋天的月食是触发你对自身情感需求思考的时间，有些人可能会有浪漫的邂逅，或者是关系中的决定，你会更加明白自己的恋爱观。对于有伴的人士来说，这个时候会带来比较深刻的情感连接，彼此在关系中的互动变得更加真诚紧密，而且你也有社交方面比较新的动向，比如说一些社交圈的一些邂逅、偶遇，或者是重组团队，思考和某个人关系未来等等。不过这个时间你对感情也会有反思，就是需要放下过去不健康的情感模式，回到初心，重新审视自己在关系中的期待。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下天蝎的财运。今年在财务上非常值得期待，是持续看好，很有利于你财富的积累，特别是上半年在投资、合作、保险、遗产相关事务上面都有可能会给你带来意外的收益。有些人呢会通过副业赚到不错的额外收入，或者在新兴领域里面找到致富的契机，比如说像基金、加密货币等等。那么部分人呢也会有一些财务方面研究的心得，或者是得到一些利好政策、内幕消息，因此非常适合进行投资理财，也是可以创造被动收入、副业或者生意收益很旺的年份。尤其是年中开始，会给你带来开拓新兴市场、涉足海外业务的契机，
所以特别适合和海外市场合作或者参与一些跨国项目，从中呢会开拓视野，也会收获利润。如果你有投资的意向，那么今年也可以试着尝试不同国家的投资市场，比如外汇、股市，只要目光放得远，就有机会获得更多的机会。今年你也会受到启发，在财务上做出更多探索，开辟财务增长新可能性。虽然财务增长是有机会，但今年你也会觉得工作收益和付出是不成比例的，因此也会更加注重储蓄和开支规划。除了关注日常支出，也可能会有一些健康领域的投入，比如说像长期保养身体，也算是一种未来的投资。因此你也可能在日常支出上做出调整。今年也更适合关注副业、福利、投资方面的额外收益。接下去呢，我们再来讲一讲射手座2025年的运势。首先在事业方面，你是逐渐走向稳定，更加注重长远规划。那今年呢，是你从探索阶段迈入稳健发展的关键期。通过和他人合作、整合资源以及制定现实可行的计划，你会迎来事业和财富的双重提升。但是不要忘了，工作再忙也要顾及家庭和个人情感的需求。过去几年呢，你可能尝试了新的工作模式，有些人可能是远程办公、弹性时间安排，或者是涉足一些新的行业。那么今年是你复盘经验、优化流程的好机会，也适合延续过去尝试过的成功模式。合作呢，依然是你今年事业的核心，所以并不是单打独斗的年份，而是适合参与一些项目合作或者搞好客户关系。那合作的事物呢，也会有一定的进展，比如说你可能会接触到重要的合作伙伴，或者遇到对事业有帮助的贵人。他们呢，可能会通过商业合作、资源引介或者是新思路的启发来助你一臂之力。跨界合作或者是数字化协作的机会也会出现。那么你在团队中的表现也会非常出色，尤其是和沟通、整合能力相关的项目会让人刮目相看。比如说你能够把不同意见融合为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来展现领导力和洞察力。那么从年中开始，你的事业呢更加需要资源的整合，非常适合进行财务的一些优化，来寻找外部的一些融资机会。这个时候适合利用周边资源来为自己事业提供助力。秋天附近呢是你事业的一个关键点，你的行动力会直接影响到接下去长期目标的实现。同时呢，也需要在家庭和事业当中找到平衡点，合理分配接下去时间和精力。对于求职的人士来说，今年你会找到方向，得到一些职场讯息，或者是拿到新的 offer。 在感情领域来说，2025年你的感情生活是相当丰富多彩的，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和考验，但是也会经历甜蜜的时刻。那么在上半年，因为木星还是在双子座，所以你人际关系是很活跃的，这个时候认识新桃花、新朋友机会都很多。单身的射手呢，就可以主动出击，这个时候有可能会遇到心仪的对象，或者会有良好的桃花运。比如说在朋友聚会、课程学习，或者在一些社群网络中认识志趣相投的人。而且呢，可能会认识到谈吐风趣，或者是成长背景和自己不太相同的对象，但是呢，也会激发出你的兴趣。有伴的射手可能会感受到关系的和谐和开放，彼此的沟通呢，在今年是非常顺畅的，那你们的相处方式也会得到很大的改善。今年你会在感情中愿意给予和分享，也会让你在感情关系中更有包容心。但是从今年开始，你对关系会接下去有很全然不同的观感，会变得更加通透。那部分人呢，可能会选择放下不再适合自己的关系，或者学会接纳彼此的差异。你也可能会在关系中追求更多自由空间。有伴的人士呢，你会感觉到关系将会渐渐进入新的篇章，彼此会看到对方的不同点，或者彼此的生活会开始出现各种各样新的元素，来加大彼此的一些差距。那么接下去顺其自然才是良策。春天的日月食可能会给你带来情感上的波动，也会让你回忆起旧的感情和旧人连结，这会促使你反思过去的情感模式，从而找到更清晰的方向。下半年开始，你的感情浓度其实是会加深的，这个时候和伴侣之间的心理精神连接会更加深刻，那对方也会给你带来情绪上的疗愈，让你体会到深层次的信任。所以今年对于有伴的射手来说，是有望进一步稳定关系，或者进入婚姻，共同计划一个稳固的家庭。
因为你会产生强烈的亲密感，感觉到感情上被深入理解和支持。单身的射手，今年你对感情的期望可能会发生改变，只要抱着开放的态度，就有机会遇到真正能够心意相通的人。但是呢，今年的感情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还是好事多磨，需要平衡内心对浪漫的追求以及现实责任之间的关系。虽然今年你会有快乐的时光，有利于亲密关系发展，但呢，也会感觉到激情寥寥，更多是现实责任的牵绊。那部分人可能会迫于现实压力而非爱情因素而选择一段关系，需要你去审视对方是否能够跟你共同面对接下去生活中的一些问题。那部分人呢，是有可能会遇到条件不错的对象，但是也需要付出努力来经营关系，来克服因为经验不足或者是某些课题带来的挑战。那还有一些人群呢，今年是有机会迎来新生命的，那这也会给生活增添一份责任感还有约束，但是呢，也会让你感觉到自我娱乐时间的减少或者空间的减少。到了秋天附近呢，你会更加关注家庭关系，感受到成家立业的压力，那这个时候需要你整合内心期待和外界关系。最后我们再来讲讲射手座的财运。今年你财运机会是非常多的，增长潜力巨大，有望实现比较好的财富积累。那么上半年合作关系非常多，有可能会成为你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可能会有良好合作关系或者贵人相助，比如说达成某些合约、共享资源，或者是中间人的收入等等。所以呢，也适合在金融投资还有市场分析之类的领域发挥优势。你的决策能够帮助你把握市场动态变化，抢占先机。那么在年初的时候，因为火星逆行的影响，需要注意财务管理，避免冲动消费或者是高风险投资带来的损失，也可能会因为对政策不熟悉或者规划不周全带来额外的开支，比如说像旅行、出行之类的，可能会有意外的财务消耗。投资方面呢，也可能因为市场波动而导致有一些追涨杀跌，产生风险和损失。那么从年中开始，财务机会是会增多的，更多的财富会向你敞开大门。这个时候非常适合参与投资还有资产管理，进行深度的一些理财规划，或者产生新的投资方向。那么今年你可能会因为投资收益、业务拓展或者外部资金的支持，比如说像贷款和融资，带来额外的收入。你的现金流呢是有可能会增加的，同时也是你处理债务、优化财务结构的好时机。部分人也可能会因为家族财产、婚姻或者合作关系获得更多的钱财。秋天附近，你可能需要对家庭相关的支出进行调整，那也需要你规划家庭支出，比如说像教育、健康或者其他的生活费用。部分人可能会处理房地产相关的事务，比如说房子要维修、翻新或者老房子损坏之类的问题，那也会带来额外的维修开支。但总体来说，今年的重点是维护已有资产。接下去我们再来讲讲摩羯座2025年的运势。今年呢是考验你适应能力，在工作和健康中寻找平衡，为未来累积实力的丰收之年，同时呢也是你积累经验、收获成果的好时机。今年你会感觉到工作上特别忙碌，同时呢也会成效很显著，你会对努力的回报感到满意。因为今年你的工作能力会得到肯定，你也会看到自己的智慧在实际成果中体现出来。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创业者，今年呢你都会迎来很大的新机会，比如说会升职加薪，或者接手到一些不错的项目，也有可能会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如果你在找工作，表现呢也会很出色，容易在面试中脱颖而出。今年你职场人际关系也可能有一些变化，比如说老同事可能会离职，新的团队在组建等等。但这些变化会给你带来新的合作和人脉资源，也让你的圈子变得更加丰富。同时呢，也会为你的人际关系注入新鲜的血液。你可能会和客户和同事关系建立深厚的联系，因此也是你拓展人际网络和他人共赢的良机。你可能会遇到赏识你的伯乐，或者是潜在的长期合作伙伴，有望接下去进入更深层的合作。今年随着工作领域的拓展，你也需要审视过去工作模式，你会感觉需要打破原有保持的节奏感。接下去灵活性还有创新是关键。有些人工作内容和模式可能会更新，
比如说运用新科技工具来提高效率，尝试灵活的工作时间，远程办公，或者是参与跨界创新项目的工作项目。那这些尝试会让你打开眼界，看到新的可能性。日常生活方面，由于生活节奏的改变，接下去你生活习惯也可能需要做出一些调整，比如说作息时间的调整，来适应更快的生活节奏等等。那么过去固定日常习惯可能会被打破，所以接下去你要学会适应多变的生活环境。那么今年你也会注意自身健康，适合主动去优化作息，学习管理健康知识，或者尝试某些数字化的健康设备、新型的疗法等等。对于过去曾经忽视健康的人群来说，今年呢是你改善生活质量的一个好时机，所以也很适合加入健身计划，或者尝试瑜伽、冥想之类的活动，来促进身心平衡。那么在感情领域，2025年其实会给你带来不少惊喜和转变，你会更加注重生活的稳定性。那么有一些人群呢，2025年会感受到强烈的情感纽带，也包括像原生家庭的问题，也会对感情发展产生影响。比如说像父母的意见，部分人呢也会开始同居生活，但是需要在日常相处中慢慢磨合，比如说调整双方的生活习惯，适应彼此的需求。有些人需要在现实和理想当中找到平衡点，比如说期待一个理想的家庭氛围，但是现实可能会有实现的难度，需要慢慢的构建。不仅如此，伴侣是否能够和你一起承担生活责任，以及自己的期待是不是太理想化，也将是接下去你需要思考的问题。上半年你的生活节奏相对平静，更多关注个人成长还有内在和谐上。从年中开始呢，你会觉得感情生活逐渐迎来了一波高潮，会感觉一切都刚刚好，在命运的推动下水到渠成。单身的摩羯会发现自己桃花运非常突出，可能会遇到正缘或者是真心相待的对象，所以这个时间都是你认识新对象、发展恋情的绝佳时机。你可能会在社交场合、工作项目或者是一次偶然的相遇当中结识理想的对象，而且呢，有机会在今年遇到非常重视家庭，会给予你安全感、稳定感的这样一个有缘人。你会感觉到真情流露。今年呢，是你感情特别充沛的一年，你会受到难能可贵的情感滋养，所以单身者是很有可能会遇到合适对象的，或者是对自己人生帮助很大的贵人。那部分人呢，会经历一见钟情，从相识到确立恋爱关系，一气呵成，建立起亲密关系。而有伴侣的人士呢，今年和伴侣的关系会非常融洽，感受到彼此情感的升华，你会感觉到浓浓的亲情，会有结婚和成家的冲动。那彼此之间的互动呢，也会更加坦诚，矛盾会减少，所以很容易达成共识，互相包容。双方呢，也会很愿意为对方付出，所以你会感觉到信任感和支持感都在提升。今年你会非常渴望有个归属或者是安定的关系，也会有感受到成家立业的压力，所以很适合和伴侣深入探讨未来的规划，比如说像结婚、同居，还有建立家庭，以及某些子女方面的共同目标。但是今年你需要更好地掌握沟通和妥协的艺术，可能呢会有些理念不合的地方，但是不影响长远发展。即使家庭当中会有些矛盾，但最终会促使你和伴侣之间更紧密的合作，找到彼此新的平衡点。下半年是你感情生活更加活跃的时期，如果已经有伴侣呢，双方感情会变得更加融洽，而且会考虑进一步的关系，包括像结婚，还有共同规划家庭。那么秋天附近呢，沟通会非常重要，所以你的表达方式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感情的发展，需要多注意语言的应用。接下去再来讲一下摩羯座的财运。今年在财务上你还是需要有一定危机意识的，同时呢，也需要保持灵活性和创新，因为有些人可能会经历收入模式的调整，或者是财务上面比较重大的重组和转型。你可能需要重新审视收入来源还有支出习惯，来构建接下去的收入模式，来优化资产结构，开源节流。比如说有些人群的收入来源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某些旧的收入方式可能就逐渐消失了，
但也有可能会发现更有潜力、更高回报的财富途径。那还有一些人呢，会感觉有一些挑战，可能是外部环境带来的，比如说像市场波动、经济衰退，或者是内部管理问题引发的。那比如说像债务问题，或者是错误的投资决定之类的。所以接下去你需要考虑能够带来巨大长期回报的项目，更加注重长期的规划，而非短期收益。所以呢，今年很适合你去深入学习投资策略，包括像税务优化之类的，都可能会增加你的现金流。那有些人呢，也会从传统的工作模式转向投资创业，或者是其他形式的资产管理。今年呢，也会给你带来比较创新的财富管理模式，你可能会探索新的收入渠道，比如说像兼职副业、新平台来提升工作效率。那今年你的工作能力也会给你带来不错的收益。下半年呢，就很适合拓展人际关系，加强合作，用开放的态度去参与各种合作，也会给你带来更丰厚的利润。那部分人群伴侣的经济状况可能会不错，也会给你带来良好的生活感受。那么今年呢，你也可能会迫于现实，需要对家庭资产、房地产或者长期储蓄进行一些细致的规划，比如说买房、装修房屋或者管理家庭的财务。那今年在不动产的决策上是需要谨慎的，避免后期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像房子不合适，比如说像房子不符合需求，或者是规划缺乏清晰的方向。也有可能是发现购房以后出现很多隐形的家庭支出等等，超出当时的想象，所以呢，这就会增加后续的财务压力。那有些人群呢，也需要为旧的房屋付出，比如说像房贷或者是房屋修缮带来的一些费用。那还有一些人群今年是有可能会走入婚姻的，因此呢，也会考虑接下去长期的家庭财务的一些规划，特别是在不动产相关的事情上面，需要做好充足的调研和长期规划。接下去我们再来讲讲水瓶座2025年的运势。今年可以说是你一个重新启动的年份，因为你会经历个人觉醒，也有危机意识出现，所以需要做出改变和调整。那过去的某些模式可能会让你感觉到局限，现在呢，正是你打破旧习惯，寻找新方向的好时机。你会感觉到旧的篇章逐渐走向终结，而新的篇章已经开启。那这种变化会贯穿你整个人生，包括像生活方式、你的感情、工作，甚至自我认知等多个方面。所以呢，你可能需要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为某些人事物画上句号。那这种选择有可能伴随着强烈的情感波动，甚至会经历一些人生转折点的重要事件。这些事件呢，可能会给现有的生活带来一些震荡，但是也会成为你打破舒适圈的契机。虽然这些经历可能充满挑战，但是他们会帮助你磨练出更强大的内心力量，激发出更加坚韧的能力，为你接下去发展奠定一些基础。有些人呢，今年是可能会做出一些比较至关重要的选择，这些选择有可能会影响你接下去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发展。因此呢，今年你不会再感觉迷茫，而是坚定地选择某一条道路走下去。你会逐渐看到接下去长期发展的方向。那今年呢，也会给你带来生活方式的变革，还有一些多样性。有些人可能会尝试全新的工作模式，那这些尝试呢，不仅让你觉得有趣，也有可能会激发出更多潜能。今年很适合你大胆尝试，寻找一些能够真正激发你热情的领域。还有一些人呢，会开发出一些新的爱好，或者有新的感兴趣的领域。那这些领域呢，都会给你生活注入新的活力，让你体验到前所未有的乐趣。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接触跨领域的合作，或者有些新的爱好。年初附近呢，因为火星逆行，在工作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摩擦，特别是和同事还有合作伙伴的相处，需要注意沟通方式。上半年你依旧会感觉到创造力的爆发，所以对于各种创造性的工作，包括像教育以及其他需要表达的行业都很有帮助。那这个时间你也会很有娱乐精神，工作之余呢，也会享受生活带来的各种小确幸，充满了精神上的满足，所以很适合发展个人的爱好。那么到了下半年，其实你的工作节奏是会加快的，新的机会会纷至沓来，比如说想升职加薪，或者是项目被认可。那么秋天附近呢，会给你带来合作资源相关的突破性进展，比如说像融资、合资项目的成功，或者也会带来来自他人的收益和资金。
接下去我们再来讲一下水瓶座的感情领域。那么今年会是你充满惊喜的一年，在你内心深处呢，会产生很多触动和成长。特别是上半年，对于单身的水瓶来说，是有机会在一些社交场合，比如说像朋友聚会、兴趣小组中遇到那个让你有兴趣的人，所以是邂逅爱情的良机。那你个人独特的魅力还有风采呢，在今年还是很突出，容易吸引到他人的关注，所以在桃花运上面是很旺盛的。因为天王星的影响贯穿全年，所以也给你感情生活注入了一丝不确定性，还有意外的惊喜。那么有一些人可能会经历意料之外的邂逅，比如说像一见钟情、偶然的相遇，或者是和完全不同以往类型的人擦出火花。那这种不确定性虽然会带来不一样的感受，但也可能有不安全感。对于有伴侣的水瓶来说，今年是你重新审视彼此关系的关键阶段，你可能会很关注个人成长还有人生轨迹，对于感情的期待呢，变得更加自由、开放、随缘。你可能会很关注两个人之间的契合度，比如说兴趣爱好是否相符，未来的规划是否一致。那如果彼此能够找到共同点，你们的感情会变得更加稳固。有些人可能会遇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语言或者价值观有差异的伴侣，所以呢，需要投入很多耐心和理解来平衡彼此之间的不同。今年呢，你会很关注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关系，还有自我和群体的关系，以及如何在群体中找到真正的契合的归属感。这种内在的探索可能会导致一些社交关系的断舍离，或者增加你内心的疏离感，产生一种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感受。所以你在选择朋友还有择偶之间的标准也会因此变得更加清晰，更有框架感。只有那些真正符合你内心价值观的人，接下去才能够在你生命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那年初的星象呢，可能会让你遇到一些小挑战，比如说因为琐事引发争执，那么这个时间都需要注意情绪管理，避免因为一些问题影响到双方的信任，或者强势的态度导致沟通不畅和引发不满。那在春天之后呢，沟通会变得更加顺畅，你的感情生活会注入很多新的灵感，你可能会重新审视自己的表达方式，学习如何变得更加开放，用真诚的方式和伴侣沟通。秋天附近呢，你可能会思考自己的需求，明确你在感情中的边界，或者关注关系中的现实问题和经济状况。最后我们再来讲讲水瓶座的财运。2025年你的财务状况也是会逐步改善的，感觉到拨云见日，扬眉吐气，特别是在个人目标明确以后，你会更加有方向感。那么年初附近你可能是会有一些压力，比如说收入不稳定、不景气，或者支出增加，这个时间非常适合你重新规划财务，优化支出结构，或者是多元化的投资策略。你可能会意识到现有的收入来源存在一些局限性，所以呢，也会通过提升专业技能，寻求更优质的工作机会，或者是尝试创业来开辟新的收入增长点。那么从年中开始，因为工作上的表现，你的收入是可能会有所增加，比如说加薪、晋升，或者是更多的工作项目、兼职带来的收益。对于上班族来说，年终呢，可能因为工作职责的增加、业务拓展、晋升，获得额外的薪资提升。求职者呢，是有望遇到理想的职业机会。那有些人群也会看到副业收入逐步增加，这个时候也可能会有健康相关的开支，比如说购买保险或者健康上的投资之类的。那么到了秋天附近，会给你带来财务上的一些觉醒，你可能会意识到哪方面的支出是不必要的，或者找到更高效的理财方式。那部分人呢，可能有合作分成、投资回报，甚至是保险、遗产之类的意外之财。最后我们再来讲讲双鱼座2025年的运势。首先在事业上面，你的运势会逐渐提升，内心会觉得更加轻松，那些长期困扰、迷茫正在慢慢消退，乌云呢会逐渐消散，你在2025年会迎来内心一片光明。所以这是一个自我改变重要年份，也是你从内在觉醒到外在开拓的一个关键时期。今年的重点是追求幸福感、情感觉醒，同时呢也学会更加细腻的去感知和理解他人。年初你的工作可能会有点忙，事情比较多，但是呢可能会有项目的延迟或者团队配合不顺利之类的，
这个时候需要你更多耐心来处理问题，以及及时调整计划，把节奏重新掌握好，但也同时注意不要因为太忙而忽视健康。上半年呢，你会有更多精力放在打基础上面，稳定自己的事业，同时呢，也会投入一些时间来优化自己生活环境，或者通过一些反思来让自己找到更舒服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家人会成为你很强大的支撑，可能会给你建议，帮你理清一些方向。如果你是从事房地产、家族企业或者是一些传统行业的话呢，今年也是有好的机会。有些人也可能会通过创新的方式来融入实际的工作经验，比如说探索新的表达方式、思维路径，或者是学习新技能，提高沟通能力，都有可能会给将来积蓄力量。那你的内在成长也会成为主线。今年持续的自我反思和规划会帮助你看清楚自己真正的需求和目标，摆脱过去长期的一种无力感。你也会逐渐感觉被命运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轨道，虽然可能偶尔还是会感觉到压力，但是你会发现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越来越通透，无论是情感关系还是工作，都会展现出新的机遇和活力。那么下半年你会发现更多展现自己的机会，比如可以尝试带点创意和主动性的项目，像是品牌推广、艺术创作。秋天附近为你提供了全新的职业视野，是签订重要协议、敲定相关项目的一个最佳时机。接下去我们再来讲讲双鱼的感情。那今年在感情上，你也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过去的困扰、迷雾会逐渐消散，你会更加清楚自己对感情的期待，也会更加主动去寻求一种稳定和深度的连接，让生活充满了幸福感和满足感。上半年呢，你可能会很注重家庭关系，如果有伴侣的话，双方也会很依赖彼此，一起规划未来，商量家庭事务或者一些生活安排。那这个时间你都会很接纳当下的状态，幸福感也会随之提升。单身的话，今年你会吸引到不少桃花，感情机会是明显增多的一年。你的心态会比以往更加开放，也愿意尝试新的感情可能性，所以有机会遇到合适的人，或者能量很积极的桃花。你也会感觉到不再犹豫迷茫，对接下去的主线更加清晰，所以有助于你找到关系当中的个人定位和真实需求，也会帮助你建立起一些边界和原则。因此呢，很有利于维系健康的情感关系。所以不妨多留意身边熟人的介绍、家族推荐，或者是参加一些聚会活动，说不定呢可能会在邂逅中认识潜在的缘分。那么从下半年开始呢，你的感情生活是充满了欢乐和温馨。单身人群会迎来桃花运爆棚的阶段，这个时候你有可能会遇到吸引力很强的潜在对象，甚至快速进入一段甜蜜的恋情。那么对于有伴侣的人士来说，非常适合和你的爱人共度浪漫时光，增加感情当中的趣味性和亲密度。今年呢，也是部分人迎接生命的好时机，可能会有造娃的计划，带给你新的情感体验。那有一些人呢，可能会经历和家庭相关的重要变动，比如说像搬家、换房、同居，家庭当中迎来新成员之类的。这些变化呢，都会给你生活带来全新的体验。那春秋两季是你感情发展的一个关键点，特别适合承诺、订婚、结婚，或者是明确未来生活方向。无论是单身还是在恋爱中的人群，下半年最重要的还是学会真实的表达自己情感需求，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界限感。最后我们再来讲讲双鱼座的财运。你会在稳定和突破中找到平衡，但也是需要开源节流，谨慎面对接下去财务决策的年份。今年呢，不是特别适合冒险，所以需要好好规划自己的收支，因为今年财务安全感将是主题。你可能会觉得开销还是很多，或者说收入减少，像是房贷、租金或者是其他固定支出之类的，会让你觉得有些压力。那这些变化呢，也会让你重新审视规划财务管理的策略。部分人可能会有不动产的变动，比如说像购置、出售、租赁房屋，这些都可能会对你现金流产生明显的影响。2025年呢，也不适合投机的行为，尤其注意把控财务风险，因此务实的财务规划能力非常重要。有些人群收入来源可能会变化，想要获得更多财富可能困难很大，比如说工作机会的变化、业务量的减少，甚至项目的耽搁。尤其是某些领域呢，会觉得创意不容易直接变现，因此可能会让你感受到一时的停滞和困难。
有可能会引发某种程度的自我质疑感和情绪的波动。那这些挑战呢，也为你提供了重新调整财务结构的机会。今年你需要建立长期的储蓄和投资计划，而不是短期的利益。尤其是今年有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财务期望，或者因为财务现状带来的困境和压力而寄希望于一些高回报的理财产品等等。那么今年就尤其需要小心了，避免受到欺骗而产生长期的经济损失。在投资领域，虽然今年你的直觉力很强，但是涉及大额决策还是要以理性为主。今年适合实现长期财务目标，运用自律能力来获利。那么春天开始呢，你可能会重新审视自己的消费习惯，调整开支结构。这个时候需要避免冲动消费。那部分人呢可能会有不动产变动，那也要注意订单的流失、协议中断或者合同违约之类的问题对财务产生的影响。到了秋天附近呢，如果你有合作的话，或者合资的项目，那么这个时间都会有重大的进展，但是需要明确分工和责任，避免因为模糊不清而导致一些问题。好，以上就是2025年大环境的宏观星象分析和12星座的年度运势解读。感谢大家的收看，记得关注订阅我的频道，还可以点亮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啦！